好，我是蕊希，花蕊的蕊，希望的希。今天你还好吗？无论你在哪儿，无论今天你经历了什么，我的声音都会一直陪着你。听完今天的故事，祝你晚安，做个好梦。周末没事儿的时候，我特别喜欢一个人坐公交，花5块钱绕着北京转一大圈儿。每次我都会选择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一路上我不和任何人说话，安静地看着上下车的人。我坐的是451路公交车，会经过繁忙的商业广场，会经过几个村庄，经过一所大学，还有一家大型医院。坐完这趟车，我有一种看完人生百态的错觉。和我在同一站上车的是一个家政阿姨，她身上背着一个很大的深紫色家政工具包，手里拿着2种不同的折叠拖把，应该是准备去某个地方做房屋打扫的。她的外形很像我妈妈，1米5几的身高，90多斤的体重，看起来很娇小。但是黝黑的皮肤和干练的穿着让整个人看起来很有力量。上车之后，他坐在了中间靠车门的位置，一路上都紧紧地握着背包和拖把，生怕一松手砸到其他乘客。看着他全程紧绷的样子，我开始猜想一些问题。他看着像是南方人，为什么跑来北方工作？他的年龄应该有40岁左右，家里的孩子还在读书吗？他一天能挣多少钱？够养家糊口吗？还在继续猜想着，他就提着背包快速下车，看着他远去的背影，我突然觉得很心酸，然后悄悄给我妈转了一笔钱。在青年路那一站，上来了一位腿脚不便的光头大叔，一上车就有很多人给他让座，但是大叔坚持不坐，说自己下一站就到了。乘务员很贴心地站在他身边，时刻准备着保护他。大叔笑着说，我这都好多年了，坐公交地铁都不碍事儿，你们年轻人不用担心我。说着，一手撑着杆儿，一手从裤兜里拿出电话来接。看着他随着车厢晃动的样子，我一边为他感到担惊受怕，一边又觉得无比敬佩。我想很多时候我们都低估了所谓弱势群体的力量，他们其实比我们想象中要坚强很多。那天我看到最温暖的一幕是一个男人，一只手牵着孩子，一只手拿着蛋糕。小男孩一路上特别兴奋，反复跟他爸爸确认，妈妈真的会喜欢这个蛋糕吗？男人很温柔地回答说，你选的，妈妈肯定喜欢。坐在公交车上，小孩一直不放心蛋糕的安全，于是用一种很别扭的姿势伸出双手护着蛋糕盒，生怕因为车辆颠簸把蛋糕摔坏。我看到他小心的样子，觉得很温暖，很治愈。隔着3排座的距离，我在心里悄悄对他妈妈说了一句，生日快乐。人类的悲喜并不相通，有人在享受生活的幸福美满，有人在遭受生活的残酷打击。从医院那一站上来了很多乘客，每一个都看起来很严肃的样子。其中有一位大爷最后一个上车，在刷卡的地方停留了很久。他一手拿着 X 光片的袋子，一手从另外一个药袋里颤颤巍巍地拿出一张纸质的核酸报告给司机看，然后投了2块钱的纸币，才慢慢地走到车厢中来。坦白说，这些年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被疫情影响着，
只是作为年轻人，我们应对一切变化的适应能力高很多。可对于很多老年人而言，尤其是对于一个生病的老人来说，难上加难。希望这个社会，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对他们再多一些关照，也希望每一个看病的老人都有人陪着他们。转了一大圈，准备回家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车上只剩下我和另外一个女生，她坐在我斜前方的位置上，旁边放着一个黑色的行李箱。我发现她总是时不时地伸手扶一下镜框，好像不太稳固，但是后来才发现她是在悄悄擦眼泪。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问候还是安慰，好像都不合适。或许留给他一个不被打扰的哭的环境会更好。下车之前，我递给他一包纸巾，他惊讶地说了一句谢谢，然后低下头继续擦眼泪。我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也不知道他会在哪一站下车，但我衷心地希望他这个夜晚是安全的，也希望第二天的他是能释怀的。下车的那一瞬间，我突然觉得心里很空。我在想，我们的这一生到底要活成什么样子才算幸福呢？看到他们有人一大把年纪还在外打工漂泊，有人身有残疾但精神格外顽强，有人生病住院流泪哭泣，一个人承受。相比之下，现在的自己没病没灾，工资足够，家人健康，还有3两好友在身边，属实幸福。有时候仅仅是活成一个普通人就足够让人羡慕了。就像那句话说，人生没有幸福不幸福，只有知足不知足。温饱无虑就是幸事，无病无灾便是福泽。